我们今天的视频呢，要讲解胰岛素抵抗和高血压的关系。我在这里首先澄清一件事，造成原发性高血压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胰岛素抵抗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如果你要解决你的或者是改善你的原发性高血压，胰岛素抵抗是你必须重视的。如果你不重视这个，你去重视其他的东西，效果不会好的。那我们前面解释过胰岛素抵抗的来源是什么了，如果你们没有看到过那个视频的话，建议你们会去看我们前一期讲胰岛素抵抗是怎么来的那个视频，你会知道的比较清楚。胰岛素抵抗造成我们血压上升的机制有好多个，我可以就我所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所知道的几个重要的机制。胰岛素抵抗导致血压上升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因为当我们有胰岛素抵抗的时候，我们血液里面的胰岛素的量是始终在高位的，我们形成了一种现象叫做高胰岛素血症，意思就是说你血液里面胰岛素偏高了，胰岛素偏高的时候会导致我们的肾脏开始储存钠，会保盐我们身体排盐呢会有障碍。当我们身体不能够顺利的排盐的时候，我们血管里面的钠就变多了以后，会造成我们的血管收缩。血管收缩的时候，血压就容易上升。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血压上升的时候，医生开药给我们吃，就是开利尿剂。其实利尿剂就是排盐的。当时我在吃这个利尿剂的时候，不同的医生跟我说，你就不用吃了嘛，你食物里面少吃一点盐就可以了嘛，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第一个，胰岛素偏高的时候，我们肾脏会把这些盐分给保留下来，会使得我们血压容易上升的，这是第一个原因另外有一个原因是大家比较少知道的，我们的动脉，尤其是动脉血管最里面的一层是叫做内皮。内皮再往外走的话呢，我们的动脉血管的周围有一圈平滑肌，平滑肌就是肌肉嘛，它就是一收缩一放松，一收缩一放松。在平滑肌一收缩一放松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血管就会开始蠕动。那血管蠕动很重要因为我们血液要往前流，光单单的靠我们心脏跳动的这个压力是不够的，所以呢，需要血管蠕动帮助血液顺利的往前流。那你就可以想象到血管蠕动重不重要。如果你的动脉血管蠕动不好的话，你的血液流动的速度会下降的。身体的血液大约1分钟要循环一次的，血液流动的速度如果明显下降的话，会威胁到我们生存的，我们身体里面会天下大乱的。我现在要讲的这个因素，胰岛素抵抗跟我们血管平滑肌的蠕动有绝对的关系因为平滑肌也是肌肉它里面也是肌肉细胞所有的细胞是需要燃烧能量才能工作的，尤其是肌肉细胞。所以如果你要平滑肌收缩放松收缩放松，它就需要燃烧葡萄糖我们脂供能饮食的人，我们的平滑肌是燃烧脂肪的，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高糖饮食的人，你的平滑肌的肌肉细胞是需要葡萄糖提供能量的。可是如果说你出现胰岛素抵抗的时候，你的肌肉会出现胰岛素抵抗，你的脂肪细胞也会出现胰岛素抵抗。当你的肌肉细胞出现胰岛素抵抗的时候，你的平滑肌就不容易得到能量了，它需要比较多的胰岛素。你记清楚这个机制，你的血糖要上升的比较高，你身体才会制造胰岛素的。当你的血糖要升到比较高的时候，代表你的细胞在那个时候没有得到能量那个时候能量在你的血液里面，不在你的细胞里面一直要等到胰岛素来了以后，这些糖分才能够进到细胞里面去，它才能够得到能量的。所以在胰岛素抵抗的初期，你大概感觉不到太大的变化，因为稍微上升一点胰岛素就来了，你的肌肉细胞里面缺少能量的时间可能比较短，可能比较少，所以它不会有明显的改变的。可是等到你的胰岛素抵抗变得比较严重的时候，你的血糖要升到比较高的地方，胰岛素才会来。想一想看，在它升到比较高的这个期间，你的肌肉细胞得不到能量的。我们肌肉细胞里面是不能够储存能量的。你说有肌糖原，很抱歉，平滑肌里面不储存肌糖原，而且所有的肌糖原都是给我们做中高等强度运动的时候才用得到的。正常细胞在工作的时候就用不到糖原的，这个时候平滑肌的肌肉细胞得不到能量，得不到能量的后果就是它的蠕动变得没有力气了，就跟你的肌肉一样，你的肌肉变成软弱无力了。这个时候你的平滑肌的蠕动变得软弱无力的时候，你的血液流动的速度就会下降。血液流动的速度下降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不能够被接受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身体就会出现压力，这种压力很大的。那出现这种压力的时候，我们肾上腺素就开始上升了。肾上腺素上升了以后，它就会提高我们的心率，提高我们的血压，强迫我们的血流的速度必须要维持在每分钟循环一次。你的胰岛素抵抗在不知不觉当中把你的血压往上抬，那这是在不知不觉的状况当中发生的，是因为你的平滑肌的肌肉经常性的得不到能量的供应
身体在燃烧脂肪的时候，这种现象立刻消失。所以生酮饮食的人会发现，它不能够解决我们所有原发性高血压的问题，但是胰岛素抵抗的这个部分它可以解决。大家都会发现血压会有进步，进步到什么程度不一定，但都会有进步。这是我们讲到的胰岛素抵抗跟高血压的第二个重要因素。胰岛素抵抗还在另外一个层面全身性的伤害我们的血管。你血液里面的胰岛素太多的时候，在一个高胰岛素血症的状态下的时候，我们身体呢就容易出现慢性炎症了。血糖升高的时候，胰岛素也在升高。胰岛素长期在高位的时候，从代谢的角度来讲，它有毒的。那这种毒跟着我们的血管流遍我们的全身呢，它会在我们身体里面发生什么变化呢？慢性炎症。而这种慢性炎症呢，它会让我们的细胞长期处在应激的状态，然后我们的身体呢会释放促炎因子，意思就是促进我们身体的慢性炎症。全身的血管内皮细胞都会受损，我们的内皮细胞制造一氧化氮的能力就大幅度的下降了。在内皮细胞里面，一氧化氮下降的后果是什么？血管渐渐的它的舒张能力就越来越不好了。舒张能力不好，后果就是血压高，尤其是低压高。因为你舒张不好，所以该舒张的时候舒张不好，你的舒张压偏高，往往就是你血管内皮细胞受损的结果，身体制造一氧化氮受到障碍了。有的时候你可以叫它叫做动脉硬化。所谓的动脉硬化指的不是动脉钙化，指的是它弹性不好，舒张不好。这个跟胰岛素抵抗是有直接的关系的。那胰岛素抵抗就会损伤你的血管内皮细胞，它影响的范围非常非常广的。因为血管是遍布我们全身的，我们身上的血管总长度非常非常的长所以这个事情它到最终它会引起全身性的不适。那胰岛素抵抗一直往下发展的话，发展了若干年以后，它就变成糖前期，再一直往下发展的话，它就会变成2型糖尿病。所以胰岛素抵抗是需要引起重视的一件事情。对大多数的人来说，你没有出现任何不舒服的现象的时候，你就不会去关注是不是快要有胰岛素抵抗了。当你知道它存在的时候，它已经悄悄的发生了超过10年以上了。然后培养三高，培养代谢综合症最重要的一个根本因素胰岛素抵抗。那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它，如何面对它？第一，家里面如果有小朋友的话，从小朋友就开始了，不要再让他吃这么多的含糖的食物了，果糖直接危害他的健康的。葡萄糖的总量也应该要下降的，他身体处理不了这么多葡萄糖，不像古时候的人，农业社会的人，他每一天消耗4000、5000卡路里的热量，他吃6碗米饭他就用掉了。现在的人消耗量少，所以你消耗量越少，你葡萄糖的摄入就得越少。小孩要预防胰岛素抵抗，就要从这里做起那添加糖饮料高糖食物成年人呢，如果你已经胰岛素抵抗了呢，从我的角度来看，最理想的处理胰岛素抵抗的最好的方法是透过精心设计的生酮饮食去处理。我说精心设计是要考虑到每一个人的不一样，考虑到每一个人的需要，但是根本上来说，生酮饮食的核心含义是让你的身体不再依赖葡萄糖提供能量了，你的身体可以转变过来燃烧脂肪，燃烧你吃进去的脂肪。你身体一天如果要消耗2000卡路里的热量，这2000卡路里的热量大多数都可以来自于脂肪。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的饮食里面对于碳水化合物的依赖大幅度的下降了，你的细胞不再依赖燃烧葡萄糖了，你的胰岛素抵抗渐渐的就逆转了。这个是我们探讨到胰岛素抵抗和三高的关系，今天讲的是第3个跟高血压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说这么多了，谢谢大家。